深邃的太空寂静无声，以至于连声音的概念都仿佛迷失其中。然而，如果这份寂静哪怕只被打破一瞬，会发生什么呢？全球的统治者将惊惶失措，通讯系统中断，绝望的情绪在全球蔓延。画面上混乱四起，而在这一切的中心，一个倒计时正在无情地进行。从太空中俯瞰，一个庞然大物正朝着地球猛烈撞击而来，没有尖叫，也没有绝望，只有一道耀眼的闪光。随后，一片巨大的尘埃云从海洋上升腾而起，迅速吞噬了整个大陆。蓝色的星球逐渐变成灰色，世界仿佛一根被空气窒息的蜡烛般熄灭。这便是人们通常想象中的末日景象。一个来自黑暗虚空的物体，带着对不可避免的终结的恐惧呼啸而至。然而，这一次，这样的末日并未降临。三 I Atlas 这颗星际访客并没有撞击地球，它早已飞越太阳，正逐渐远离我们的太阳系，重返那无垠的星际黑暗之中。但它所留下的东西，却真正令科学家们感到困惑不安。因为三 I Atlas 的行为异乎寻常，它不像一颗普通的彗星那样，在接近太阳的热量时展现出标志性的尾巴。它反射光线的方式也与预期大相径庭，反而像是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加速前进。这个来自太阳系之外的物体，在掠过太阳附近后，似乎在以某种方式挑战着统治宇宙中所有其他天体的物理定律。三 I Atlas 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第3个星际访客，但与前2次不同的是，它不仅带来了科学的好奇，更引发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使得科学界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它仅仅是一颗来自遥远星系的奇特彗星，而另一些人则猜测它可能携带了某些我们目前尚无法理解的事物。数月以来，全球各地的天文望远镜都在努力追踪它的踪迹，但三 I Atlas 似乎逐渐消失在了宇宙的阴影之中。直到几周前，一个微弱的无线电信号被捕捉到，其源头直指它的方向。这是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声音，仅仅是在特定频率上出现的一丝微小的吸收，却足以重新点燃所有萦绕在科学家心中的疑问：如果三 I Atlas 没有彗星的尾巴，那么是什么在发出这个信号？如果它正在远离太阳，为什么它仍然像一个活物一样对太阳的热量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它还隐藏着什么未知的秘密？三 I Atlas 的故事并非关于毁灭，而是关于神秘，关于一个来自黑暗深处并在离去时留下重重谜团的访客。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追踪每一个线索，从最初捕获的信号到最新的观测图像。因为有时候那些看似无害的事物，往往更令人不安。三 I Atlas 虽然没有摧毁地球，却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的固有认知。在继续深入探索这个未知世界之前，如果您对这个话题充满兴趣，并且对宇宙的奥秘怀有好奇之心，请支持我们的探索，点赞并分享本视频，加入我们，与那些同样相信宇宙深处仍隐藏着无数值得我们倾听的秘密的人们同行。来自三 I Atlas 的第一个声音，既非刺耳的尖叫，也非轰鸣的爆炸，而是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回声，是无线电波寂静背景中一道微小的弯曲。位于南非干旱平原上的 Meerkat 射电望远镜，将其巨大的天线精准地指向了三 I Atlas 划过天际的预定位置。然而，它捕捉到的并非是主动发射的信号，而是一种吸收信号。具体来说，是在16亿赫兹的频率上出现了一丝极其轻微的干扰。在宇宙背景噪声之中，有什么东西正在阻挡一部分来自遥远空间的信号？正是这种微弱的阻挡，揭示了一种简单却意义非凡的分子——羟基自由基的存在。这些碎片通常是彗星冰层在受到阳光照射分解时产生的。这便是三 I Atlas 首次留下可被我们听见的痕迹，清晰地表明它确实对我们恒星的热量产生了某种真实的反应。然而，这个无线电回声并非所有科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它并非三 I Atlas 首次留下可被探测到的痕迹，但它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星际访客对太阳的热量做出了响应。然而，这个回声与人们的预期存在显著差异，没有明亮的彗尾，也没有可见的气体和尘埃喷流。尽管如此，这个信号依然在那里跳动，仿佛虚空本身做出了回应。Meerkat 望远镜记录到了2条几乎完全相同的谱线，它们之间的速度差异微乎其微。它们以一种近乎数学般的精确度移动，仿佛每一个分子都知道自己的去向。
而计算出的活动区域温度约为-43°C230开尔文，寒冷而近乎静止。然而，它依然呈现出某种活力。科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热膨胀，一种由分子运动引起的极其细微的效应。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某种宇宙的诗意，在宇宙可能给予我们的所有回应中，它选择了最为轻柔细微的声音。这是一个来自一个遥远物体，一次短暂穿越我们太阳系的低语，也许这是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太阳系之旅。这是人类首次对3I Atlas 进行射电天文观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不仅第一次观测到一位星际访客，更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信号竟然是在3I Atlas 几乎位于太阳后方，距离太阳边缘不到4度的位置被探测到的。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观测角度，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观测结果被彻底淹没在噪音之中。但这个信号却奇迹般的出现了，稳定、精确，几乎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就在那一刻，一些人不禁回想起了1977年探测到的著名 WOW 信号。那是一个来自附近天区的一次独特的、无法解释的无线电传输，而3I Atlas 现在正朝着那个大致区域移动。这仅仅是巧合吗？也许是。但令人玩味的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天空似乎从同一个方向以相似的频率做出了某种回应。今天，3I Atlas 正继续远离我们，穿越太阳系寒冷的外部区域，但它留下的这个无线电回声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而非答案。如果捕捉到的这个声音是完全自然的，那么它证实了我们面对的是一颗活着的彗星，能够对光和热做出反应。但如果其中还包含着其他东西，某种超越了简单分子的机制，某种受控的行为，那么也许我们仍在聆听，却无法理解它真正想要表达什么。太空很少说话，但当它发出声音时，每一个信号都至关重要。现在的挑战在于解读 3I Atlas 仅仅是在宇宙的寂静中低语，还是试图向我们传递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信息。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探索。从这一刻起，我们将不仅关注那些可见之物，更将努力感知那些难以捉摸的信号。下一个来自太空的信号，或许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寂静的所有认知。3I Atlas 号最新拍摄的图像为我们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2025年11月5日，位于亚利桑那州沙漠的洛厄尔探索望远镜捕捉到了这位星际访客的身影。照片中 3I Atlas 号看起来像一个强烈的光点，周围环绕着一层柔和的光芒，几乎像一层稀薄的大气。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没有任何彗尾，没有可见的物质拖曳痕迹，也没有被太阳风吹拂而形成的尘埃流。就像一颗穿越太阳却未留下任何印记的彗星，这种明显的缺失是让天文学家们最为困惑的地方。根据计算 ，3I Atlas 彗星在接近太阳的过程中，损失了超过13%的自身质量。这个质量损失本应足以形成一条巨大的彗尾，一条延伸数百万公里的壮观轨迹。然而，天空依然清澈而寂静，没有任何一丝光带的迹象。最简单的解释或许是观测角度的问题。在拍摄这些照片时 ，3I Atlas 仅距离太阳13度，从地球视角观察。如果彗尾正好位于其后方，那么我们将直接对着它，自然无法看到。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些地方显得不太对劲。就在同年的7月，哈勃太空望远镜在类似的观测角度下观测 3I Atlas 时，曾记录到一种奇怪的结构，一种反尾 antita， 一种似乎指向与彗尾通常方向相反，即朝向太阳的物质痕迹。如果哈勃望远镜能够在10度的角度看到这种反尾，那么现在洛厄尔望远镜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呢？通过绿色滤光片观察到的微弱蓝光表明 3I Atlas 周围存在碳分子，但其含量非常低，远不足以解释此前报告中高达13%的质量损失。这就像这个物体已经部分解体，却并没有释放出大量的尘埃或气体，也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一些科学家推测 3I Atlas 可能具有更加致密的内部结构，也许是由金属冰等物质构成，能够抵抗太阳的高温和强烈的太阳风。还有人认为它可能仅仅是释放了一些光学相机无法捕捉到的无形气体。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
如果3I Talas 并非只是被动的对太阳做出反应，而是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自身反应的方式呢？如果一个物体能够自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释放能量，那么它就有可能巧妙地掩盖自身的活动。它或许可以在某些时刻看起来完全静止不动，即使内部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它甚至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某些关键的活动。尽管这种假设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3I Atlas 的种种异常行为仍然难以用已知的彗星理论来完全解释。一个会发热、会损失质量却不留下明显尾迹的天体，无疑是对我们现有天体物理学逻辑的严峻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太阳和3I Atlas 之间的角度逐渐增大，地球上的望远镜将再次对其进行观测。这一次是从一个更加侧面的角度，这将是揭示它是否拥有隐藏的彗尾，或者这个星际访客是否属于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全新类型天体的绝佳机会。目前科学家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一个静止的光点，没有彗尾，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解释。然而，宇宙很少长时间保持沉默，几天之后，一切都将改变。因为当3I Talas 再次被我们的望远镜捕捉到时，原本看似平静的宇宙虚空中，竟然展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结构，一个延伸数百万公里的喷流和尾巴网络，仿佛沉睡的空间本身已经苏醒。这一次，望远镜捕捉到的景象不再像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活物。从寂静无声到首次捕捉到3I Talas 展现其真实面貌的图像，仅仅相隔4天。2025年11月9日清晨，2项全新的观测彻底颠覆了天文学家们对这个星际访客的认知。弗兰克·尼布林和迈克尔·布克纳利用2台不同的望远镜拍摄了一组5张曝光照片，每张曝光时间为3分钟，而呈现在屏幕上的景象简直超乎所有人的想象。3I Atlas 赫然展现出巨大的喷流，这些结构延伸了数百万公里，在太空中形成了一张壮丽的光之网络。其中2道主要的喷流如同宇宙的潮汐一般清晰地指向太阳，而第3道喷流则更加细长，延伸至完全相反的方向，其长度相当于从地球上看到的太阳或月亮的直径。这是第一次这个星际访客展现出如此惊人的爆发性活动，它不仅活跃异常，而且规模巨大，测量结果令人震惊。这些喷流的宽度接近100万公里，而主要的尾巴长度更是超过了280万公里。一个相对微小的物体竟然喷射出如此庞大的结构，仿佛重塑了它周围的虚空本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地球3亿多公里的遥远太空之中。对于天文学家来说，如此巨大的尺度是难以理解的。这些喷流的尺寸比几个月前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任何特征都要大1000倍以上。如果3I Talas 仅仅是一颗天然的彗星，那么它的喷射物必须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持续喷发数月之久。初步的计算表明，其物质损失率可能高达每月500亿吨，几乎相当于该天体核心本身的总质量。从那时起，一系列更加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开始浮现。如果如此巨大的质量损失是真实的，那么3I Atlas 早就应该解体消散了。然而，它却依然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碎裂的迹象，其亮度也没有显著下降，仿佛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机制在维持着它的完整性。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喷射物似乎是高度集中的排列呈现的，仿佛受到了某种精确的控制。那些面向太阳的反尾结构则保持着异常稳定的形态，其密度似乎足以抵抗太阳风强大的压力。这几乎是任何自然形成的彗星都不可能做到的。要实现这种程度的抵抗，喷射出的粒子密度必须比太阳风本身高出数百万倍。这就像一股无形的电流，硬生生地将周围的空间向后推开。基于这些令人费解的测量结果，一些科学家开始推测，3I Talas 的直径至少需要达到10公里，才能成为一个由冰和岩石组成的巨型天体，其质量远超我们通常所见的星际天体。而这恰恰是另一个悖论所在。如此巨大的天体，仅仅是偶然的从星际空间闯入我们太阳系的概率，根据计算只有大约1亿分之一。从统计学上来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个更加大胆的问题开始在科学家们的心中浮现：如果这一切并非偶然呢？
如果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喷流并非自然的物质喷发，而是一种人为的推进力呢？这种类比似乎颇具吸引力。我们人类自身的化学火箭能够以大每秒约5公里的速度喷射气体，相比之下，普通彗星释放的蒸汽速度要慢得多，而我们的离子推进器已经可以达到每秒50公里的速度。如果更先进的技术能够使用更高效的推进剂，那么仅仅使用极小一部分的质量就能产生相同的推力。突然之间，许多之前难以解释的现象似乎都变得合理起来。多重且方向精确的喷流，异常高的密度，抵抗太阳风的能力，这一切似乎都与某种形式的先进推进系统相吻合。如果3I Tellus 不仅仅是一颗普通的彗星呢？当然，这个假设目前仍然是推测性的，但它已经无法被轻易忽视了。当某种事物展现出完全超出我们已知规律的行为时，科学就必须认真考虑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可能性。3I Atlas 或许是天然形成的，但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人造物体，一台失落的星际机器。其动力并非来源于简单的气体喷发，而是由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意图所驱动的推进器。随着各个天文台准备迎接3I Atlas 预计将在2025年12月19日抵达的近地点，一个疑问在天文学家、工程师以及所有怀揣着宇宙梦想的人们心中回荡。我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仅仅是一块巨大的冰块，还是一种等待被我们发现的来自星际的痕迹？答案或许就隐藏在哈勃太空望远镜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即将捕捉到的光谱数据之中。在那些喷射物成分的不可见细节中，可能就隐藏着解开这个神秘访客之谜的关键。它已经将最初的恐惧转化为了深深的迷恋。但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里提出的关于3I Tellus 可能具有推进系统或技术来源的假设，仅仅是众多猜测中的一种，是对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现象进行科学推理的一种尝试。目前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3I Atlas 是人造物体。我们所掌握的仅仅是一些挑战现有科学模型的物理异常现象。在科学领域，对未知现象的质疑和探索是不断进步的过程的一部分，而非基于盲目的信仰。就在全球的望远镜争相分析3I Tellus 最新记录的同时，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天体。2025年11月2日清晨，那位因在2019年发现了星际彗星2I非鲍里索夫而闻名的天文学家根纳季·鲍里索夫，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访客，一颗名为 C 非2025 V 非 Borisov 的彗星。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天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恰好发生在3I Tellus 记录到强烈活动之后不久。两个如此罕见的天体几乎在同一时期被观测到，这本身就显得非常巧合。然而，这种巧合似乎也仅限于此。C 非2025 V 非的运行轨迹与3I Tellus 截然不同。它的轨道高度倾斜，与我们太阳系行星的平均轨道平面形成了一个高达113度的夹角。这个角度使得它几乎以与大多数已知天体相反的方向运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很难探测到它的存在。最初，非2025 V 非的奇特运动也曾让一些研究人员猜测它是否也可能是一个星际物体，就像3I Atlas 一样。但进一步的轨道分析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颗彗星的轨道偏心率非常接近于1，这意味着它的轨道形状非常扁长，几乎接近一条直线，但仍然受到太阳引力的束缚。简单来说，非2025 V 非很可能起源于奥尔特云，这是位于我们太阳系最边缘的一个广阔的冰冻天体聚集区域。奥尔特云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储存着数十亿个微小的冰冻天体。有时，太阳系内的巨行星，尤其是木星的引力扰动，会改变这些天体的轨道平衡，将其中一些推向太阳系的内部。C 非2025 V 非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它与3I Atlas 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没有明显的彗尾，仅仅是一种表象。彗尾的缺失可以由多种因素解释，例如观测角度、与太阳的距离、反射光线的强度，甚至汇合释放的物质类型等等。每一颗彗星对太阳辐射的反应都是独特的，最终呈现给望远镜的景象也各不相同。精确的轨道计算证实，非2025 V 非和3I Atlas 从未真正靠近过。即使在它们轨道上最接近的点上，两条轨道也相距超过2亿公里。这个距离足以排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物理联。
系这仅仅是2个独立的宇宙事件，恰好在时间上连续被我们观测到，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这一新的发现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2个如此不同寻常的天体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相继被观测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现代天文观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无论是地面望远镜还是太空望远镜，都具备探测那些亮度微弱、轨道倾斜的小型天体的能力。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目前，天文学家们正在持续监测 Cepheid 2025 Vphase 的动态。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它的轨道将被更加精确地测定。新的观测数据将有助于我们确认它的确切起源和物质构成。这些信息将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彗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在太阳系中运动，以及当它们进入太阳系内部区域时会发生什么变化，提供宝贵的线索。在天文学研究中，巧合并不一定意味着神秘，而往往是学习和进步的契机。每一个新发现的天体都是对我们现有理论的一次检验，并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对宇宙的认知。尽管最终的答案可能尚未揭晓，但每一个宇宙过客都在提醒我们，宇宙仍然隐藏着许多我们尚未理解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只有时间才能最终揭示。3I-Atlas 和 Cepheid 2025 Vphase 都已经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这2个偶然被我们观察到的截然不同的天体，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科学的魅力恰恰在于未知。未知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对探索的永恒邀请。3I-Atlas 已经完成了它在太阳系的大部分旅程。自从掠过太阳之后，它一直在缓慢的远离，身后留下了一条充满神秘和发现的漫长轨迹。在11月10日之前的几周内， 3I-Atlas 成为了全球望远镜竞相观测的目标。每一张新拍摄的图像都揭示了其结构、行为和速度的更多细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科学家们记录下了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喷流、奇特的反尾结构，以及构成其物质的惊人韧性。如今 3I-Atlas 在凌晨时分仍然可见，从地球上观测它的角度也变得越来越有利。专业和业余天文望远镜都在持续追踪它的运行轨迹，精确测量它的亮度，并监测其微小的运动变化。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位来自星际空间的访客正保持着稳定的航向，逐渐远离太阳，并越来越接近它与地球距离最近的点，预计将在2025年12月19日左右。人们对这一刻充满了期待。当近距离接触发生时， 3I-Atlas 将距离地球大约 2.69 亿公里。这个距离足够遥远，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但又足够接近，使得我们能够对这颗星际天体进行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研究。主要的太空望远镜，例如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哈勃太空望远镜，都已经为这一关键时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主要的观测重点将是光谱学研究。这项技术通过分析物体反射或发出的光线来识别其化学成分。借助光谱学，科学家们有望揭示构成 3I-Atlas 喷流的元素，并最终确定它究竟是一颗典型的彗星，一颗富含冰的小行星，还是介于2者之间的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天体。这也将是检验过去几周提出的各种假设的重要时机。此次研究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证实某种耸人听闻的非凡发现，而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天体是如何对我们太阳的能量做出反应的。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行星系统的形成过程，以及物质在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穿越星际空间时的行为方式。因此，对 3I-Atlas 的研究并非一个神秘故事的终结，而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潜力的学习阶段的开始。随着每一项新的测量，每一片光线的细致分析，科学都将朝着最终的真相迈进一小步。真正的最终审判并非来自一个黑暗而陌生的宇宙物体，而是我们人类自身根据确凿的证据理解未知事物的能力。随着 3I-Atlas 继续它的星际旅程，新的观测更新应该还会陆续到来。它的亮度或许会逐渐减弱，喷射活动可能会逐渐平息，它将慢慢的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最终重归那深邃而寒冷的星际空间。但它留下的并非一片寂静，而是大量的科学数据、精确的测量结果以及无数引人深思的疑问。这些都将继续滋养着自科学诞生以来就一直驱动着我们的强大动力。对答案的无尽渴求，而非简单的盲目信仰。
当望远镜在12月再次精准地瞄准这位星际访客时，人类将再次获得一次倾听他讲述自身故事的机会，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穿越亿万年而来的光芒。正是这道光芒，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无数次地引导着我们，带着更加强烈的好奇心仰望星空。三 Eye Atlas 即将踏上它的归途。当我们的望远镜仍在记录它最后的光信号时，这位星际访客已经远离太阳，再次潜入了黑暗的星际空间。它的光芒正逐渐暗淡，仿佛宇宙正在为这场仅仅持续了几个月的壮丽演出缓缓落下帷幕。但它留下的却比任何绚丽的图像都更加深刻。它留下了无数的疑问，以及关于宇宙仍然远超我们理解的深刻记忆。在这短暂的旅程中，三 Eye Atlas 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宇宙，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一个遥远而冰冷的背景，而是我们自身好奇心的一面镜子。它提醒我们，科学并非关于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关于提出那些目前无人能够解答的问题所需的勇气。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天体能够以如此精确的方式运动？它如何能够在损失如此多质量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完整？除了我们已知的一切之外，还有什么正在穿越同样的宇宙寂静？这些疑问并没有吓退科学家们，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强烈的探索欲望。因为探索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发现全新的事物，而在于理解那些早已存在，只是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宇宙奥秘。现在，三 Eye Atlas 正逐渐消失在太阳系遥远的阴影之中，离我们越来越远。当它最终完全从我们的望远镜视野中消失时，留下的将是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种继续观察、持续探索的强烈渴望。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另一位来自遥远星系的访客会再次闯入我们的视野。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更加准备充分，拥有更先进的仪器、更敏锐的目光，以及一颗更加开放的心，去理解即将到来的未知事物。宇宙不会主动向我们传递信息，它只是静静地存在着。但有时，这种沉默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启示，还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神秘感是宇宙之美的一部分，而每一道穿越太空的光线都在提醒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同样可以跨越星际。如果这次关于三 Eye Atlas 的旅程让你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我们头顶的星空，让你感受到宇宙瞬间的浩瀚与神秘，那么请将这份感动传递下去。请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天空，让你在瞬间感受到外太空的浩瀚无垠。那么请让这份宇宙的回声传播得更远。点赞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因为每一次互动，每一句评论，每一位加入这场对话的朋友，都在帮助算法将这个充满奇迹的故事传递给更多渴望了解宇宙奥秘的头脑和心灵。宇宙或许并不需要观众，但我们需要它来不断提醒我们自身的渺小，以及我们探索未知的伟大潜力。当三 Eye Atlas 的轨迹最终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时，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却被悄然唤醒。我们深信下一个来自星空的访客已经在遥远的星际空间启程，而我们将在此充满期待地等待着他的到来。